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张常被忽视的神秘宝卡——卡姆敬老卡。许多人以为敬老卡只能用来免费坐公车，仅此而已。但是你知道吗？这张卡其实是政府送给银发族的隐藏版超级神卡，用对方法，每个月至少能替长者省下将近5000元的生活费，而且几乎全部都由政府买单。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隐藏福利。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敬老卡的5大隐藏功能，看看到底怎么用才能每月多省下那5000块钱。首先要声明的是，各地的敬老卡福利略有不同，台湾各县市各自推出敬老卡优惠，就像每个伺服器有不同的游戏设定一样，有的城市给的是每月固定点数额度，有的则提供无上限的免费乘车。接下来我们会一一说明这些隐藏功能的共通概念以及其中可能的差异。千万别担心，就算各地政策不尽相同，只要掌握原理，您就能举一反三，带长辈们把每一分福利都用在刀口上。隐藏福利1：交通优惠不止公车而已。大多数长辈拿到敬老卡，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免费坐公车。没错，在多数城市，年满65岁的持卡长者可以凭卡免费搭乘市区公车，而且不限次数。以台北市和新北市为例，长者申请敬老悠游卡后，每月自动获得480点的交通点数，相当于新台币480元。搭乘公车时每次扣8点，等于完全免费。不止如此，这些点数还能用在其他交通工具上，捷运、火车、轻轨、渡轮，甚至计程车都包含在内。举例来说，在台北搭捷运时，持敬老卡的长辈可以享有票价6折的优惠，剩下的4折票价由点数扣抵，约每次8点至26点不等，依距离而定。也就是说，搭捷运几乎不用自己花钱，搭台铁区间车或自强号也行，只要起终点有涵盖在当地的优惠范围内。例如北基桃宜地区，每趟可用点数折抵高达150点，大幅降低长途通勤或出游的成本。至于计程车，在部分县市政府和计程车队合作下，敬老卡点数甚至可以拿来搭计程车。以台北市为例，长辈可以先拨打专线预约爱心敬老计程车，上车刷敬老卡，每趟可直接扣65点抵车资，其余费用再由自己付。如果您的长辈平常腿脚不便或住在巷弄中，这项服务就像游戏中的传送门，让他们以极低的成本瞬移到医院或想去的地方，不用辛苦转车。各地的点数制度虽有不同，但精神都是一样，让长辈们安心开心出门，交通费政府帮您出。北基每月补贴480点已经很好，您知道吗？在桃园与台中更大方，每月补助点数高达800点甚至1000点，偏远地区或原住民还有加码。也就是说，在那些城市，长者每月拿到的交通礼券等值于上千元，可以尽情搭乘巴士和客运，而不必掏钱。相较之下，台南市没有固定点数，采用另一种做法。台南的长者只要刷敬老卡，市区公车与官方营运的小黄公车通通免费，无限次且跨市的客运。公路巴士以及全国各地的捷运与轻轨一律半价优惠。这种不限金额次数的设计，相当于给了长辈一把任意门钥匙，爱做多少做多少。高雄市则每年提供1200点，平均每月100点，让长辈搭乘大众运输，同样享有公车与捷运半价等优惠。不论哪种制度，整体而言，各地政府都想方设法减轻高龄者交通支出。许多长辈过去可能因为舍不得车资，就闷在家里，哪也不去。如今政府主动买单车钱，就是希望老人家们可以走出家门，活跃老化。对银发族来说，敬老卡就像一张由官方送上的交通储值卡，每天都有免费点数任您用。如果用不完，隔月又会自动更新补满。各市机制不同，部分地区点数当月不累积。因此，我们其实鼓励长者们多多利用这些免费点数，把以前不敢去、不方便去的地方都去一去。毕竟每个月点数都是白给的，不用白不用。有统计显示，在某些城市高达90%以上的长者其实没花完每月补助，等于让政府预备的经费闲置了。
非常可惜。现在知道了这隐藏功能，不妨提醒家中的长辈们拿起敬老卡，不止上街买菜坐公车，还可以坐捷运去远一点的庙宇拜拜，周末搭区间车出郊区走走，甚至预约计程车去医院回诊都更方便省钱。这等于每个月多了几百到上千元交通零用金，不用心疼车资，银发生活可以更自在精彩。隐藏福利2，医疗挂号与运动休闲同样能省钱。很多长辈或家属可能不知道，敬老卡的点数除了交通外，在部分县市还能用在医疗挂号和运动休闲方面。比如有些地方的医院对高龄者减免门诊挂号费，只凭身份证或健保卡即可减免，但也有城市更进一步，把这项优惠直接结合到敬老卡点数中去。以台北市为例，若长者是中低收入户或领取老人生活补助，从民国114年开始，便可持敬老卡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各院区抵用门诊挂号费，每次最多50点。也就是说，符合资格的弱势长辈看病挂号时，可以刷卡抵掉挂号费，等于由政府替您付了这笔钱。虽然目前这项功能限定特定身份的长者，但仍显示出敬老卡的灵活运用正逐步扩大。未来不排除其他县市跟进类似做法，或放宽适用对象，让所有银发族看病挂号都能享有补助。即使您的所在地还没有透过敬老卡折抵挂号费的设计，别忘了多留意各大医院对65岁以上长者的优惠政策。许多公立医院其实对高龄患者免收挂号费或降价，只是长辈们不一定清楚，可以主动询问挂号窗口。看医生省小钱，积少成多成大钱。别小看每次省下的几十块，长期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累积呢。再来谈谈运动休闲方面的福利。高龄者常听子女劝说，要多出去走走，去运动，而敬老卡居然也藏着鼓励长辈强身健体的巧思。许多县市已经陆续把运动中心、游泳池等设施纳入敬老卡点数可使用的范围。以台北市为例，长者持敬老悠游卡，不仅可以搭车，还能在全市12处运动中心刷卡进场运动。游泳池每次50点，健身房每小时25点，每天补助最多2小时，等于由政府出钱请您去游泳做体操。对于喜欢球类的银发族，桌球、羽球、撞球、壁球等场地也在补助之列，每人每次50点，和朋友约一场桌球运动一下筋骨，刷卡抵掉场地费，不花自己的钱。除了运动中心，台北一些公办的休闲据点也包含在敬老卡优惠清单中，像士林官邸正馆参观一次扣50点，儿童新乐园里的游乐设施每项也可用点数折抵最多50点。如果家中有孙子孙女、阿公阿嬷，带他们去儿童乐园玩，自己刷敬老卡付费就能免费畅玩，好不快哉。另外，新北市与桃园市的敬老卡点数同样可用于运动休闲，例如新北的银发族能刷卡参加长者健康操课程或进入运动公园，桃园的敬老卡点数则可以折抵国民运动中心的场地租借费用。有了这层保障，长辈们走进健身房、游泳池时或许更没有经济顾虑了。毕竟很多老人家省习惯了，舍不得花钱娱乐自己，但如果知道这都是政府出的，不用白不用，说不定就愿意每周去泡泡游泳池，上太极拳课，身心都更健康。从前常听到有长辈说健身房太贵不敢去，现在敬老卡把门票都包了，相当于给您一张免费的长者健身会员卡。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将这类运动休闲纳入敬老卡，也不要紧，许多地方其实有特定时段长者免费的措施。例如某些县市规定市立游泳池在平日早上对65岁以上长者免费开放，或运动中心周三上午长者半价等等。重点就是政府希望银发族多运动，不论透过敬老卡点数还是直接的免费时段，都是为长者健康着想的隐藏福利。善加利用这些优惠，不仅省钱，还能省下日后可能花在医药上的开销，可谓一举两得。隐藏福利3，文化旅游免门票，长者畅游各地名胜。您知道吗？年满65岁的长者，其实在台湾许多文化场馆与观光景点都能享受免门票或半票优惠，
而且这常被误会成是敬老卡的功能之一。事实上，就算没有敬老卡，只要资格符合，用身份证或健保卡证明年龄，一样可以拿到这些优惠。不过，敬老卡往往可以作为方便的年龄证明工具，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敬老卡附带的隐藏好处。举几个重要例子，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对于中华民国65岁以上的长者，不分国籍，一律免票进场。也就是说，阿公阿嬷们凭证件就能免费逛故宫，看遍中华历代珍宝，而不用花1毛钱。同样地，各地的公共博物馆、美术馆多半对本国65岁以上长者提供免票或优待票价，例如国立台湾博物馆、科学工艺博物馆、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等，都对高龄者友善开放。有些县市的立案博物馆、美术馆虽不是完全免费，也可能给予5折甚至更好的折扣。除此之外，国家风景区和森林游乐园区也是一大福音。许多风景区的游客中心或收费景点对65岁长者免费。至于国家森林游乐区，如阿里山、太平山、溪头等，通常65岁以上凭证购票可以享半价或优待票。换句话说，台湾之美近在眼前，银发族们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探索，而门票花费几乎为零。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不用敬老卡本身刷卡扣点，那这和敬老卡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在于资讯是否掌握。许多长者其实不知道自己有这些文化旅游优惠，甚至从没想过去利用。他们日常只拿敬老卡坐公车，却没意识到自己的高龄身份已经是一张全国景点折扣卡。因此，我们把这些资讯归纳为敬老卡的隐藏功能，就是希望年轻一辈能够告诉长辈，政府不只给你交通补助，连出去玩门票都帮你想到了。未来陪父母亲出游时，不妨事先查一查景点对长者的票价政策。有些地方可能需要现场出示身份证件才能减免，但也有不少地方直接看到白发就主动询问是否满65岁，贴心提供优惠。特别是一些民营的观光景点、游乐园也会针对高龄者推出友善票价，例如剑湖山世界、六福村等主题乐园偶尔会有银发族优惠日，还有文化表演与电影院，也别忘了问一声，不少电影院平日白天场次对老年人有优惠票，表演艺术中心对长辈购票打折，这些都能为长者减少娱乐开支。可以说，年过65在台湾旅游处处有惊喜，这是社会对前辈们的尊敬与回馈。我们完全可以善加利用，带着敬老卡上路，遇到收票处就亮出来或告知年龄，往往就有意想不到的折扣甚至免票待遇。毕竟这些政策的初衷就是鼓励长者多出门走动，参与文化生活。如果您家中有长辈，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玩乐，那更应该告诉他，其实很多地方你都免费耶，出去走走又不用花什么钱，让他们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大自然风景区，开拓新的生活版图。这张敬老卡或许表面上只是一张交通卡，但随着年龄附带的隐藏权益，能带领长者畅游整个台湾的人文与山水，这意义可比区区车资优惠来得大多了。隐藏福利是终身学习不设限，进修课程优惠多多，活到老学到老绝对不是句口号。其实政府很鼓励银发族持续学习新知，培养兴趣，因此在教育进修方面也提供了不少看不见的好康，许多都和敬老卡族群息息相关。过去可能不少长者觉得上课进修是年轻人的事，自己年纪大了不好意思去学校，但现在各地的社区大学、乐龄学习中心都张开双臂欢迎长者，而且学费上还有政府资助的优惠，甚至可以免费学。以台北市为例，为了鼓励高龄市民走进社区大学，每年都会发放乐龄市民进修券。今年度台北市将名额扩大，凡涉及台北年满55岁的市民，只要曾在社区大学修过课，或者愿意新报名课程的，都可以登记申请进修券，每人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000元的学分费补助，相当于很多社区大学一学期的一门课几乎免费上。同时，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的长者还可拿到更高额度补助，真正做到想学什么政府来出钱。除了台北之外，其实中央和地方都有类似措施。教育部近年推行终身学习券抽签活动，
全国60岁以上的国民都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元的学习券，用来抵用社区大学或乐龄大学的学费。不止抽签，许多县市本身也设有乐龄大学或长青学院，长者报名课程时能享有半价甚至全免的福利。举例来说，新北市的乐龄学习中心对辖区内65岁以上长者提供免费或超低价的课程，内容从手机下载、歌唱班到日语入门、中医养生等五花八门，几乎不花什么钱就能学到新东西。再比如高雄市推动的乐龄大学，也是让长者用极优惠价格选课，每学期都吸引许多银发学生重新走入教室。有些观众可能纳闷，这些进修课程优惠和敬老卡有何关系？其实敬老卡代表的不只是那张卡片本身，而是长者在社会中应享有的种种礼遇与机会。我们之所以把这列为敬老卡的隐藏功能之一，是希望唤起大家对银发教育福利的重视。许多长者不知道原来上课可以有补助，更不知道去哪里申请进修优惠券。作为子女或晚辈的我们，如果能替家中长者收集这些资讯，协助他们报名喜欢的课，等于是开启他们人生的新篇章。一位退休老师可能重新拾起画笔参加水彩班，一位家庭主妇第一次上电脑课学会使用网络，一位老先生迷上太极拳，每天去社区中心练习。这些故事背后都离不开政府默默提供的补助资源。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社区大学和图书馆、文化中心等还会举办敬老专场讲座或活动，对象就是银发族，而且通常免费参加，甚至有纪念品点心提供，目的就是让长者们快乐学习，乐于出门。可以说，敬老卡隐藏的另一层意义就是终身学习通行证。它提醒着我们，年龄从来不是学习的障碍，反而可以成为通往知识殿堂的门票。政府已经备好资源，只等长辈们勇敢踏出第一步。只要愿意，全民终身学习的路上一定有长者们的一席之地。隐藏福利5：辅具与居家改造补助，打造安全舒适晚年生活。随着年纪增长，长辈们难免会遇到行动不便或居家安全的问题，例如需要拐杖、轮椅、助听器等辅助器具，或者需要在浴室装把手、防滑垫，甚至改装无障碍空间。然而，这些器具和设备往往价格不菲，动辄上千上万元，让许多经济不宽裕的老人家退却。然而，您可能不知道，政府其实早有规划一套辅具与居家无障碍改造补助的制度，专门帮助有需要的长者减轻负担。这部分并不直接透过敬老卡刷卡实现，但因为对象是敬老卡族群，而且很多人误以为有了敬老卡就自动有这些福利，所以我们特地把它纳入隐藏功能来说明，免得大家错过了宝贵的补助。目前全台各县市在长照 2.0 政策下都有提供长者辅具补助和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补助。通俗的说，65岁以上的长者或55岁以上的原住民，如果因为身体机能退化需要添购一些辅助设备，政府可以补助70%左右的费用，长者自己只要负担30%就好。例如，一台助行器可能要价9000元，但经由补助后，长者实际只需付约3000元。再比如，装一组浴室扶手，防滑设施花了1万块，申请补助通过后，自己可能只需出3000元，其余的7000元政府替您出，是不是很诱人？然而，现实中许多该领的长辈没有领，该申请的没有申请。究其原因，一来可能是不清楚有这项政策，二来可能不知道申请流程如何进行。这里就需要我们年轻一辈发挥功能，替长者多多询问打点。其实各地的区公所、社会局或卫生局都可以受理这类辅具和居家改造的申请，通常拨打长照服务专线1966就可以得到咨询和协助。有的观众可能担心这样会不会很麻烦，其实程序并不复杂，通常是提出申请后会有专员到府评估长者的需求，符合条件就可补助。在此我们特别提醒，敬老卡本身虽然不等于辅具补助卡，但持有敬老卡的长者几乎都符合年龄资格。因此，当谣传说拿敬老卡去区公所就能申请辅具补助时，虽然说法不精确，但意思是希望引导长者去寻求政府资源。
别傻傻自己全额掏钱买辅具或忍耐不方便的居家环境，举凡拐杖、轮椅、假牙、助听器、电动床、氧气机，到居家的无障碍坡道、楼梯升降椅、浴室防滑垫等等，都可能在补助范围内。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只要是为了长者生活起居所需，大到出门代步的交通接送，小到吃饭用的辅助餐具，政府都有各种计划帮忙出钱或出力。一张敬老卡背后连结的是整套长照服务网络，它保证长者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有人帮，有人管，政府支援。所以别再让我们的爸爸妈妈默默受苦，不敢换掉漏水的浴缸或弃用坏掉的助听器了。赶快带他们到区公所询问相关补助，一旦申请下来，长辈们就能用实惠的价格拿到高品质的辅具器材，或让家里环境变得更安全无虞。这绝对是老年生活中最实用却低调的福利之一。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来做个小结。敬老卡表面上只是一张搭公车的卡片，但它隐藏着至少5大功能：交通补助、医疗与运动优惠、文化旅游免票、进修学习补贴以及辅具居改补助。粗略估算，如果一位长者每月充分利用这些福利，搭乘公车、捷运、计程车省下2-3千元，参加运动休闲活动节省500元，博物馆风景区免门票又省几百元，上课进修拿补助值几千元，辅具改造申请补助动辄上万，平均摊提到每月也有上千元价值。如此累计下来，每月省下5000元甚至更多，绝非夸张。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资源，长者们能够过上更丰富、安全、健康的生活。政府其实早已悄悄把帮助放在那里，就怕资讯没有传达到，需要我们去协助长辈们把福利领出来。也许有人会疑惑，政府为什么这么大方？其实道理很简单，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长辈们过得好，整个社会的负担才会减轻，让银发族多出门、少生病、多学习、少意外。政府前端多投入一些预算，后端就能节省医疗照护等更庞大的支出，何乐而不为呢？对长者个人来说，活用敬老卡及相关福利，也能找到生活的新意义。从今以后，每当您看到家中长辈拿起敬老卡出门，不再只是无趣的坐公车绕一绕，而是可能去健身、游泳，去上课交朋友，去美术馆熏陶艺术，或者打电话叫车去探索新的景点，这才是真正活到老玩到老的最佳写照。最后提醒所有长辈朋友和家属们，务必要向所在地的社会局或区公所了解当地敬老卡的具体福利内容。正如前面提到的，各县市政策略有差异，有的侧重交通，有的侧重活动，但宗旨都是一致的。如果发现家乡的敬老卡某些功能目前还没有，也别气馁，可以多利用其他方式争取长者优惠。例如没有挂号点数，就用健保卡问问医院有无长者减免；没有运动点数，就留意免费长者运动时段。总之，活用所有长者身份带来的好处，同时也不要轻信坊间未经证实的夸大传言。任何关于敬老卡的新政策，一定以政府正式公告为准。现在您已经知道敬老卡的真正威力了，不妨把这些知识分享给更多人，让我们一起确保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他们应得的照顾与福利，让这张小小的敬老卡发挥最大价值，成为长辈手中实至名归的幸福魔法卡。祝福天下所有长辈都能健康快乐，悠游盈盈。